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美食的深度报道。这个时候呢，因为之前已经自己读过几次了，应该自然会帮我配音，嘟嘟嘟嘟嘟嘟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是台湾上班族早餐的排行榜 Top 10，调查的范围是20到45岁，资料整理是母狮流编辑部。我们什么时候有编辑部啊？哦，对，小编大编嘛，是不是？老编。好，现在看一下，第10名是低卡早餐。鸡胸肉沙拉加无糖饮，茶叶蛋加红茶，优势大部分的早餐热量都很高。很明显的就是20岁到45岁，这个有低卡早餐8、9不离10是大概30岁左右，开始觉得我要健身啊，我要瘦啊，这是有一路的。另外的一路呢，应该就是40岁到45岁，对不对？开始觉得数字不够漂亮，我们要吃点低卡的。还有一种就是不自量力的，像我这种想要减重。努力在找低卡的早餐，但这不好买哦，因为早餐说真的，我们试过，就是早餐你要去吃这个无淀粉的早餐，其实有点难，这我必须这么讲。这个低卡早餐不便宜耶哦。那当然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去 Seven、全家各大便利超商，它有卖沙拉，鸡胸肉再加沙拉，就是生菜沙拉，再加一个什么？再加一个这个茶叶蛋，对不对？然后买一个茶饮。或者是气泡水，那就是非常健康的早餐了。而且你会发现，我这样讲会业者会很生气啊，就拆他们台就买就是低卡早餐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健身餐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第9名，我没有看哦，古早味早餐，肉燥饭、炒面、汤米粉、面线，优势是老灵魂。这个应该这样讲了。其实早期我们讲早餐，我们以前都讲说早餐很重要，然后说早餐要吃得好，中餐要吃得饱，晚餐要吃得少。但现在的很多都颠倒过来。那但必须讲，为什么会有这些所谓的肉燥饭啊、炒面啊这个？但早期台湾的早餐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有一路是稀饭，配稀饭啊、青州小菜的那一路。但比较有趣的是，青州小菜那一路现在也被并到宵夜去，对不对？但早上的时候，以前早上，比如说我的阿姨他们住在省议会，他们早上就有一台餐车，就是这种发财车，会一个一个，然后就开到这边。你要这个笋丝有笋丝，你要那个有昂皱有昂皱，有没有？那个一个一个有咸蛋有咸，他就专门否早餐，在家里面只要煮一个粥，去那边买，还有面筋什么腌黄瓜、樱瓜什么都有。哦，那是早期，这是一路的，还有一路的就是我刚刚所讲，就是现在我们讲这些老灵魂的肉燥饭味。因为很多是讲重度劳动者一大早一定要吃饱，尤其是油饭，它很耐饿，所以你有时候去到，比如说我去云林特别多，彰化也有，就云林那边因为务农啊，它需要能量，油饭这个东西它就很需要，大米筋，对不对？还有炒米粉，对不对？汤米粉，反正就重量级的，对不对？这个都差不多都有。接下来就要揭晓第8名了。日式饭团，熟成的明太子，葱烧肉啦，炙烧松板猪啊，对不对？鲑鱼饭团，优势是他们推陈出新，搭配指定饮料享折扣。这个我是在卖的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去买。对。三角饭团啊，你又称为日式饭团，这个是后来因为超商的原因，我们开始有在吃饭团。我开始第一次吃的时候也是很早，1992年、93年在日本念书的时候，我应该有跟大家提过，那时候我的饭团标配连日本人都看不下去。对，因为基本上吃饭团就是要买茶饮，大家买了一个就拿了抓了就走了，买个茶什么。我那时候在日本，我也是这种感觉。对不对？抓了茶，只是我抓的饮料不对，因为我拿了养乐多啊。因为那时候台湾的养乐多是这么小一种，日本比较大瓶 ，Pico 嘛，所以我就觉得哇，那个喝起来很过瘾。然后每次吃早餐都被我的同学骂，没有人这样配的，对不对？我无奈那时候日文不好，想反驳不能反驳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想说我就想这样吃，那为什么不行？但是那个时候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那时候在日本念书的时候，他的茶饮只有乌龙茶，只有他在做。后来是噼里啪啦的茶饮一直出来，早期人家跟我说，会卖茶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前比如说喝的就汽水啊、果汁啊，有听说开始会卖茶哦，卖茶有什么？茶泡就有，还有人奉茶的，对不对？随便拿个就有啦，后来开始卖大卖，但是这个才排到第8名，我比较好奇，7名是什么？
不吃到第7名，我们很常呀。我们在出外景的时候，很多事不吃。其实我现在说这不是好现象，但我现在不太吃早餐了，因为秉持的168啊，所以说早餐就，或者说这样讲了，因为早餐这件事情，我们的脑袋里面想到是我醒过来1个钟到2个钟能要吃的那一餐叫早餐嘛，对不对？那我醒过比较久嘛，对不对？我醒了4个钟头5个钟头才开始吃第1餐，那个如果严格要讲，它可能不是早上，可是那是我的第1餐。很多人是不吃早餐的，但这其实有蛮多派的说法啦。我会觉得，如果今天你说你不吃早餐，可是你经过一个早餐店，你觉得它真的很好吃，你也可以买来吃啊，对不对？但我知道有人不吃早餐，你叫他吃，但真的没办法。第7名是不吃早餐，这也可以排进去。算了，心平气和，好不好？汉堡哦，它的优势百家争鸣，选择种类繁多。我跟你讲，起码在任何一家的美差美或者这种台式的早餐汉堡店，你放眼看那个上面，我曾经看过，我想再怎么少也有30个，对不对？而且30个就算喽，他要摆在门口的哦，他怕你赶时间哦，三明治做好喽，汉堡做好喽，你拎了就可以走，对不对？那它又很有趣的是，它的咖啡跟红茶就不是一般你知道的咖啡跟红茶，奶茶也是，对不对？奶茶也是嘛，就永远不是你所知道。你爱买个奶茶，一喝，抹虾米，抹虾米，可怕是这样，喝了你习惯，还觉得早上就要喝那个红茶，人家给你一个真正的黄，一喝，丢逼耶，还有这种情况，对不对？它上面也有写麦当劳、肯德基、汉堡王。我以前我没有办法，以前一开始我不太能够接受麦当劳的早餐跟一般卖的不一样。它是几点以前开始卖满福吧？10点以前嘛，对不对？我以前都要等到10点半以后才去买，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吃麦当劳的正餐的东西。吃着吃着，后来变赶快10点以前去买满福堡。那吃着吃着就习惯了啊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说，早上就应该吃满福堡啊。来看一下第5名，还有什么早餐呢？我搞不懂。只喝饮料。但我说真的哦，咖啡、豆浆、米浆、奶茶、珍奶、植物奶、手摇饮，优势真的没有很想吃早餐，这不是优势，他就想喝饮料而已。但我说真的哦，咖啡我觉得可以，豆浆、米浆可以，你要奶茶、珍奶、植物奶、手摇饮，我说真的哦，小编，我这是奖励你对不对？你都不吃早餐就喝这些手摇饮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它很可怕在哪边哦？我不是说喜欢念人家，你也知道我这人也不是属于斩凉的人，可是我看到我就情不自禁。现在你年轻没什么了不起，等到久了你就知道。好，这是第5，我们现在看第4。好，面包吐司。面包进驻便利商店，有吐司可甜可咸可咸甜。我早餐吃面包，我会吃什么？我刚出炉的面包很喜欢。对啊，像雅都饭店，下午1点半还是几点，它出来那个菠萝面包，修啊，又酥啊，那很好吃。但我个人吃面包，我有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吃法，就买一个菠萝面包，买一个甜筒，一口甜筒，一口面包，真的很好吃。对，你的面包拿起来，你要选对哦，你不要买肉松面包配那个甜筒不对哦。现在第4名，现在看第3名哦。传统饭团，任何的排名进到第3名，3名内那就是不是开玩笑了。还有一种饭团是现在比较新的，你要可以加料。我们那个巷口那边啦，那个天母饭团是吧？它叫天母饭团。那你要加什么？一看，好多东西可以加。我就看，那我要加那个皮蛋跟剥皮辣椒。它包的，我说你很懂吃哦，这样我就说我蛮喜欢的这样。他包很有礼貌，他服务非常好哦，然后饭团也好吃。他说实在，我不知道他会看的，但如果他看的话，因为我觉得比较胆小，我不敢正面跟他反映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借由这个，搞不好有客人看到啊，他那边常客啊，你刚才不是公安那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下次去可能要蒙面去。但我说真的，就有一点点想跟他讲一下啦，就是稍微油了一点啦，就只是这样，我其他没有complain，稍微油了一点点，所以我会觉得就你知道，对啊，就这样。然后饭团当然也有很多啦。还有一个很好吃，但没有人做，那个我觉得一定会卖得很好。你有吃过？我觉得非常好吃。好了，我讲了。我跟你说，梅干菜加糖。
因为梅干菜加糖，那是我去那个湖南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包子，它那个包子啊，你吃的时候你要吃到那个糖正好融不融，然后你可以吃到糖那沙沙沙，然后梅干菜我讲它就很搭，那你还可以再加一点什么，加一点点它没有加啦，但你可以加一点花生粉，我跟你说那一定很好吃，然后油条饭团包起来，现在想一想哦，会吃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饭团，然后接下来第二名我觉得。我们现在所知道，我跟你讲，我没有看呐、它不是蛋饼就是烧饼油条啦，差不多是这一路，不是烧饼夹蛋之类的，是什么？三明治。哎，猜错了，三明治有很多哦，还有那种炸猪排三明治，还有照烧鸡三明治，那个是我之前住北投，我们每次经过一个早餐店，它都会先放在那边，热热的，它就是好吃。对啊，有的他做很久，因为我冷的我就不是特别喜欢。然后最后一名，不对，第一名蛋饼哦。啊，为什么没有烧饼油条？很少不好买啊。烧饼油条现在越来越少，烧饼要夹蛋也很好吃。玉米蛋饼、肉松蛋饼、猪排蛋饼、起司蛋饼、蔬菜蛋饼、豆芽菜蛋饼，分量适中，高度客制化，口味变化多。我说真的，我这个老人，我觉得蛋饼就是应该蛋饼。但是我们上次试过一个豆芽菜蛋饼，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啦。哦，蛋饼我有一个自己的吃法，就是蛋饼包油条。你包台你可以跟他要求，我不要一般油条，麻烦你给我包饭团那个油条。他会生气。谁会生气？我跟你没有蛋饼包油条的时候，油条其实是一根这么长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说去蛋饼包油条，它是怎样？它是把它折过来，然后塞进去，对不对？你刚刚说我要糯米饭团的油条，你给我半根就好。它等于是这么大一根，没有不用我半根就好，基本上省点钱嘛。他就我帮你包。我也曾经遇过一个，他没有生气，我也吓了一跳的。就是我说那我可以有一半的那个正常油条跟一半的那个，他有摆了一点，好这样，那包给我，拜。